这个青年正在给少林寺搭竹棚，看到寺内弟子练功，他不自觉地停下手中工作，也开始跟着练了起来。没有练功器材，青年灵机一动，拿起竹条、竹竿自己做。青年顺着他们的动作日夜练习，竟然真让他学会了少林劫顶武功。青年名叫周仁杰，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江湖骗子，平日里就靠着假扮和尚在街上卖药化缘赚点小钱。虽然在朋友们眼中不是一个正经职业，但也练就了一身装啥像啥的本领。周仁杰有个大哥在祥泰染坊上班，老板心黑，要强行扣掉所有工人20%工钱。工人们不服，想要罢工，却遭到染坊打手的暴力镇压，工人们被打成重伤，只能接受老板的无理要求。老板与官府关系好，他们不能告官，继续做要扣工钱，不做又要挨打，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，一位卖药的少林寺和尚走了进来，正是周仁杰。龅牙男阿朝见他有模有样的，心生一计，让周仁杰假扮高僧三德和尚，替他们讨回公道。周仁杰虽然不学无术，但是为人却很讲义气，一番犹豫后答应替他们讨西。周仁杰利用铁丝从树上落下，施展盖世轻功，又跟工人合伙演戏，假装拳风力量惊人。3个打手以为真是三德和尚，吓得连忙跑回去报击。来到染坊，周仁杰与工人们故技重施，再一次展示高强武艺。总管顾忌三德的名号，只得答应返还工人工资。工人们喜不自胜，大赞周仁杰威风。只是好景不长，染坊老板得知此事，不禁心生疑惑。少林寺远在北方，三德怎么会来广州？他决定亲自试探一下对方。第二天，周仁杰准备要像之前一样糊弄过去，不料老板要逼他决斗。周仁杰果然露出破绽，不仅自己被暴揍一顿，就连工人也跟着遭殃。工人们吃了大亏，反倒抱怨周仁杰装的不像。大哥更是训斥周仁杰不学好，成天只知道搞一些歪门邪道，为什么不知道去学一身真本事？周仁杰怒极了，放言自己即刻就前往少林寺习武，待自己学有所成之时，不要再来求我。少林寺岂是说进就进？但周仁杰放下狠话，自己只能硬着头皮赶往少林寺。来到山脚，周仁杰看到有和尚挑菜上山，他心生一计，从药店买了许多泻药，在路边摆起一个茶摊。一个和尚口渴难耐，忍不住联合两马。没过一会儿，和尚便面露狰狞，放下担子，慌忙钻进旁边草丛。周仁杰趁机挑走担子，准备混进少林寺。可是他左摇右晃，不堪重负的模样，一眼就被门口的僧人识破。周仁杰被赶下山，却又意外得知明天正好是俗家弟子返寺的日子。周仁杰再起心思，他用粽叶做了假发并染黑，准备扮成俗家弟子混进去。怎料36房为了防止有人浑水摸鱼，也设置了重重关卡。第一关为飞沙走石，弟子需使用5行8卦不通过沙地，要是有人投机取巧呢，就会触动机关，不是被扣住手脚，就是被拦腰禁锢。周仁杰看出其中玄妙，正要研究沙地上的脚印，却见守关僧人片刻间就把脚印清扫干净。周仁杰灵机一动，又想出妙计，他谎称是北少林弟子，此次前来是与南少林弟子交流武术的。周仁杰展示贴身步伐，像狗皮膏药一样，紧紧跟着守关僧人，成功混过第一关。第二关是插香铁柜，弟子需要用指力推开铁门，然后迅速把香插好，收回双肘。周仁杰以为简单，可自己手指都快插断，香炉就是纹丝不动。一旁的和尚嫌他慢，出手帮他一把，周仁杰瞬间疼得龇牙咧嘴。不过也算是混过了这一关。第3关是打铁门，弟子需用双拳推开铁门，迅速通过。只是以周仁杰的力气，还是推不开。他随即应借，趁下个弟子推开铁门，自己抢先通过，终于进入36房。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健身房啊！有木刺阵练身法的，有沙包阵练铁头功的，有练臂力练腿的等等。周仁杰一时兴起，瞅准一个练平衡力的项目，可自己上去一试，顿时人仰马翻。这时真正的三德和尚闻声赶到，周仁杰连忙下跪要拜他为师。三德看着他正在掉色的头发，没有拆穿他，让他把头洗干净再来拜师。只是三德和尚的要求有点特殊，不让他在水池洗，也不让他用桶打水，而是让他用石头溅出的水花洗。见到这里只有2块石头，聪明的周仁杰想啊，用绳子绑住一块，用抛石取水来洗头。刚开始要么水花溅不起来，要么找不准水花溅起来的方向。后来周仁杰慢慢找到其中的技巧，用了2天2夜，终于把头发洗干净。殊不知在此过程中，周仁杰的臂力和体力提升了一大截儿。
他再次找到三德拜师，却被当场拆穿身份。周仁杰以为又要被赶走，三德却让他留了下来。恰逢少林寺10年一次的大修，三德要他一个人搭完整个36房的竹棚，并要求他不搭完不准踏进练功房半步。给36房搭棚十分辛苦，但有一个好处是可以看寺内弟子练功。于是周仁杰开启了自学模式。每当夜深人静，周仁杰想趁机溜进练功房，都被和尚拦了回去。他只好自制练功器材，别人干啥他就干啥。即使练到手腕出血也不停下。就这样1年时间过去，竹棚终于搭好。周仁杰以为三德会收自己做徒弟，可是三德却让他把竹棚拆掉后就离开。周仁杰十分生气，声称不教自己功夫就赖在少林寺不走了。三德稍稍动怒，追着仁杰就打。周仁杰只得不断躲避，全然不知自己已能承受住三德的拳风。他在躲避过程中身形灵活，头如钢铁，脚步沉稳，院内项目竟然全部顺利通过。显然少林功夫已经偷学到家，三德仍然板着脸赶走了周仁杰，只是脸上却泛起了一抹笑容。周仁杰回到家满是惭愧，自己满怀希望上山学艺，没想到只学到了搭棚。工人们不信，以为周仁杰又在演戏。拉扯中，周仁杰无意把众人抛飞出去，这才知道自己已经学到了真功夫。次日，周仁杰决定为工人们讨回公道，他一拳打开人法大门，直接和石棍打了起来。士别3日，周仁杰的功夫碾压打手们一大截儿，一抬手就用衣袖绑住了一个打手的手脚，总管惊得下巴快掉在地上。喂，你没有功夫？大胖功夫，大胖螺旋功夫。周仁杰3两下把其他打手全绑在竹棍上，他要求将扣工人们的工资全部铺上。老板拒绝，台玉在这儿。周仁杰怕误伤民工，将对方引到一处户外工地。巧的是，这个工厂的竹棚还没拆，这地势对周仁杰十分有利。老板拿出了他的板凳功夫。刚开始仁杰被打得一懵，不过很快便反应过来，他把老板引进一个小巷，轻松夺走了老板手中的板凳。老板完全处于被动，被周仁杰从里打到外，最后被打得连连求饶。在绝对实力面前，他只能答应不再克扣工人们的工资了。